女人只是在大街上随意抽了一口烟，就被狱警叫进车里强奸了，直到1个小时后她才被放走。接着就赶紧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不料好友的父亲恰好是专案组民警，于是警察就这样接下了这个案子。而据受害者丽丝讲述，以前只是给狱警口，但这次我拒绝后，他就直接把我给强暴了，并且自从出狱后，这是每周都发生一次。而在监狱里的时候，每次探监结束，他都会绕路带我到礼拜堂。He'd say, "You do me a favor, I do you one." Meaning I get to see my kids. Don't get strip searched, thrown into solitary. Don't get my teeth knocked in. Every time he'd do me, he'd say, "Cry all you want. You're just a broke, black crack whore. Who's gonna believe you?" I do, Charisse. 可丽丝不相信警察，因为这明显是执法者知法犯法。他认为警察只会官官相护，结果事后这么一查，涉事狱警广坤在岗17年来兢兢业业，从没有被投诉过，并且检察官提醒狱警工会权势滔天，想插手监狱的事简直不知死活。可警察坚决要惩处强奸犯，哪知检察官又警告，一旦有人发现我们在调查他，广坤听到风声后，他的受害者肯定会被伤害。于是警察决定不直接针对广坤，而是以调查人口贩卖为幌子，暗中侦查。随后就以这个借口，从狱警手里拿到了几个女囚犯的资料，同时也调取了监狱的监控，果然发现了问题。广坤每次将丽丝带进礼拜堂后，都有一名女狱警来把门，这跟丽丝说的一样。1分钟后，广坤就笑嘻嘻的出来了，还一边整理衣服，然后丽丝也跟着出来了。这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而这是3个月内有10次，并且不只是丽丝，警察还意外发现了其他3名受害者，都是20至30岁的黑人女囚犯。不料就在警察商讨接下来怎么调查之际，突然传来了消息，丽丝竟然又被逮捕了，再次落进了狱警的手里。Just can't get enough of me, can you, girl? I will see you tomorrow. 这下丽丝可又是羊入虎口了。于是为了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察赶紧来监狱见了丽丝，哪知丽丝竟一口咬定是广坤干的，我没有犯任何罪。当时我在和男友逛街，突然一帮警察冲过来搜查他，于是我就拿出手机开始录像，结果他们抢走我的手机，给我戴上了手铐，也没说理由，只是把我推上了警车。而听了这话后，警察当即保证会帮你离开这里的，可是丽丝还是不信。 He has complete control of me. My life is over. He owns my ass. 对此，警察也只能先说一些安慰的话了。然而，真想调查清楚却是很有难度，因为逮捕丽丝的警察根本不回电话。不过好在街头有个摄像头拍下了一切，果然丽丝在和男友逛街时，突然有个便衣冲了过来。So they move right in. Nothing indicates probable cause. Am I right? It doesn't look good. And then when Cherie starts filming, they go after her. They call that resisting arrest. They didn't even give her a chance to resist. 对此，警察怀疑这不是巧合，广坤可能发觉了什么，想吓唬丽丝，并且视频中的警察也联系不上，应该是和广坤串通一气了。但目前最棘手的是，丽丝和男友在监狱里非常危险，必须先把他们弄出来。而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对丽丝单独照顾，检察官将其余3名可能的受害者一起要求可以自行担保，全将他们给保释了出来。可不料当几人得知警探需要他们指证广坤时，个个都脸色大变。虽然痛恨着广坤，但都不愿出庭作证，理由是不论在监狱里面还是外面，他一样可以为所欲为。没办法，警察只能再来说服丽丝作证了。起初丽丝当然不愿意，不过在警探一番交心的交谈后，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安稳的生活下去，丽丝终于同意了。然后她就穿戴好窃听设备，主动约见了广坤。警察则在4周布下天罗地网，准备抓广坤一个现行。不料广坤非常警觉，居然不想在车里。随后他便带着丽丝去了其他地方，最终来到一间地下室后，开始捂住她的嘴，用枪顶住脑袋，嘴里虽然说着拒绝的话，可实际行动却在侵犯她。因为广坤已经察觉自己被监听了，而由于地下室里屏蔽信号，警察根本看不到画面，只能凭感觉冲了进去。好在还算及时，广坤还没有得逞。虽然他大喊是自己人，但警察抓的就是他这个同行。然后丽丝赶紧指认他想强暴，就这样警察有了合理理由，将广坤给逮捕了。接着就把他给起诉了，但想打赢这场官司却并不容易，因为狱警工会强势介入，将广坤给保释了出来。既然这样，那接下来就需要控方提供有力的证据了。可由于诱捕时并没有录下确切的犯罪行为，所以那些只能成为间接证据。而这时本森想起，广坤上周和丽丝一起时用了安全套，但他车里却没找到，所以猜测他在家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结果一听这话，检察官立即明白凭这就可以申请搜查令了。于是就这样，警察拿着搜查令来到了广坤家里，开始了大搜查。哪知这个行动却是激怒了广坤妻子，威胁要起诉警察诱捕陷害丈夫。可本森理解他的心情，并没有生气，同时还好心提醒 You should get yourself tested for STDs and for HIV. Your husband is a reckless man. 而这果然把妻子吓到了。 You can go to hell. 最终俩人不欢而散。而与此同时，虽然警察把家里翻了个遍，却是什么线索也没找到，不过却发现了另一件事情，广坤的女同事正是替他把风的人。随后警察就把他作为了突破口，指控女狱警协助性侵。女狱警当然不认，并且工会也抢辩这是在套他的话。不料本森当即直言，如果检查你过去3年的出勤记录，肯定会发现有违规的。结果一听这话，女人知道是大了，要求请律师。而趁着他单独打电话之际，本森主动找了上来，
试图在律师到达之前撬开他的嘴，接着挑明你帮广坤把风，他则让兄弟们帮你作假出勤，加班费随你报，而这属于盗窃劳务罪和欺诈，我们可以凭着起诉你，到时你就得吃牢饭了。结果就这样一通威胁后，女狱警终于被迫妥协了。坦白广坤每周日都是6点早退，可打卡下班的时间却是午夜。但警察想知道的不止这些，于是女狱警只能再交代，有个经常进监狱的女犯人，她在外面有个妹妹，广坤看过她来探监，很喜欢她，然后就得到了妹妹。听到这，本森也就明白了，随后就去找了那个妹妹。而在警察说明来意后，他痛快承认了被广坤强暴过，接着就出庭当了证人，指控广坤每周日都会来我家，强迫我跟他发生关系，但我没报警，因为他拿我坐牢的姐姐威胁我。然后丽丝也出庭指控广坤在监狱里时每周必须口1次，出狱后也是1周1次，但最后2次却是强暴了我，还有1次强奸未遂。最后是女狱警作证，揭发广坤性侵了庞大数量的女犯人，并且都是在周日晚上。我们6点下班，打卡时间却是在午夜，每次都是。不料广坤妻子却不相信丈夫会犯罪，但检察官却给出了他周日早下班性侵的事。 That's impossible. He always calls when he's about to leave work, and he's home 20 minutes later. On a Sunday, what time would that be? He'd call at 10, home at 10:20. Was he?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are his time cards for the past 7 Sundays that he's worked. He's punched out at midnight. That happens. They get extra time credit when they work a double. A double? 接着检察官出示了狱警出口的监控，结果清楚显示广坤是在6点5分离开的。这下妻子可没话说了，不过又狡辩那天儿子生病了，所以丈夫才提前下班的。哪知检察官接着播放监控，竟显示一连7个周日广坤都是6点下班的，所以至此陪审团不得不相信广坤确实有罪。最后广坤一共被指控9件性侵案、15件强行触摸和28件击奸案，而基于本案性质如此恶劣，检察官先要求撤销广坤的保释，不料在律师的辩护下，法官并没有允许，却不料因为这个决定，警察很快就付出了惨痛代价。就在本森上厕所之时，广坤妻子突然闯了进来，见状本森就想躲开，可妻子却拦住了他，居然是为了避开丈夫才选择这样见面的，这倒让本森不解了。 I did what you said and got tested for STDs. As soon as I got the results, I called a divorce lawyer. Does your husband know? No. And I stood by him today because I want him to think that I am in his corner until I can get my children out of there. 原来是这么回事。既然知道了妻子的打算，本森立即建议他不要着急，否则可能遭遇不测。因此建议他先稳住广坤，然后再带着孩子悄悄离开。却不料事情并不像想的那样简单。广坤很快就发觉了不对劲，于是妻子只能打电话向警方求助。可等到本森带人赶到后，妻子居然称是自己反应过度，又不要他们来了。但警察也看出他被广坤控制了。 于是强烈要求进了屋，开始还想劝广坤，可广坤把妻子要离开的责任都归咎到了警察身上。在本森将孩子带出屋外后，他就做出了过激举动，挟持了妻子作为了人质。屋里也只剩麦克警探和他对峙了。随后警察大部队闻讯包围了这里，麦克的局长父亲更是忧心忡忡。然而就在大家心急火燎商量怎么救人之际，屋里的麦克却开始强行救人了。不料广坤的枪竟走火了。 见状，警察赶紧进行了强攻，当场制服了广坤。麦克却是腹部中弹，虽然及时送去了医院，可最终仍是没有抢救过来。就这样，人民失去了一名好警察，父亲失去了一个好儿子。最终，虽然广坤被绳之以法了，可警方也因此付出了重大代价。